本视频由超有钱工作室制作播出，每周五准时更新。哦，你回来了。木木，别动，让我抱一会儿。好，你愿意抱多久都可以。木木，原来公家人让你受了这么多苦，我荣轩发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再也没有。木木，你就是我的命，只有你安好，我才能安心。荣轩，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木木，你刚才说什么？我好像没听清楚。我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我的心里有了你的位置。荣先生等荣太太这一句话已经等了好久好久，幸好来的还不算太晚。可是我想要的还要更多，我要你的眼里只容得下我，再也没有其他人。我今天要打死你，你这个不要脸的！老子好吃好喝养着你，你居然带着女儿去干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好疼！不是这样的，是荣勋设计陷害我的，是他陷害了我和倩儿。居然还敢狡辩！荣勋怎么可能害你？我们公家和他无冤无仇。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整个公家好吗？谁知道荣勋居然对公家怀有这么大的敌意，我也是受害者。妈咪就是为了让我和荣勋哥哥一起，这样我就能嫁到荣家，让荣家出手帮助公家。可是谁想到勋哥哥居然会这样对我们，他害得我愚蠢！荣勋是你们两个蠢货能够算计的吗？他荣勋要是这么笨，荣氏帝国还能这样无坚不摧吗？爸，别再打了。妈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家。荣勋和我们公家无冤无仇的，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出来？一定是有人在捣鬼。对，是那个女人，一定是那个女人让荣勋哥哥这样做的。是什么女人？这世上居然还有女人能够左右荣勋？爹地，那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荣勋哥哥居然说是他的夫人。夫人？荣勋什么时候结婚了？不应该啊。这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的，让我公家吃了这么大的一个亏。那个女人，我一定要她百倍偿还。你好，请问你找哪位？你是新来的吧？我是公家大小姐，你们大少爷的未婚妻。哦，你就是公家的那个大小姐。不好意思，我们夫人有吩咐过，公家人今天一律不见。龚大小姐，请回吧。今天我非要进去，你把门给我打开，信不信我炒了你？不开就是不开，夫人有过话，你们公家的人一个都不能进。特别是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居然还在外面偷男人，真是给我们家大少爷脸上抹黑。好，你看我等会儿怎么收拾你。您所拨打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该死，怎么总是打不通？龚大小姐，你还是赶紧走吧，别挡着这里的路了。你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收拾了你。什么龚家大小姐？嘿！云特助，该拍的照片我都拍到了，
我马上去联系媒体，让他们好好写。默默，你看新闻了吗？有人在昨天晚上动了公家，把公家的夫人和二小姐给折腾成那样，痛快！真是精彩啊！而且公家的股票已经连续狂跌不止，离破产几乎就是一步之遥。对了，还有一件事，刚才有人向媒体散布了公家大小姐被秦家拒之门外的消息，公寓还和秦家的保安吵起来了，好戏不断。公家真是作孽多了，连老天爷都不放过他。不过这些事情都是谁做的呢？我倒是很有兴趣认识认识。啊？哪个走路不长眼的居然敢撞我？宫大小姐走路怎么这么不小心？这要是再伤到了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啊？木槿，你怎么会在这里？宫大小姐是不是以为我这个时候应该已经被你父亲派来的杀手给杀了？他怎么会知道的？不可能，不可能！宫大小姐不是一直都高高在上的吗？怎么还会害怕呢？我才不会怕你呢！你要是敢动我，云逸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我要动你，秦云逸就能保护得了你吗？或者说，要是我把你做的那些事情都告诉他的话，你猜他又会怎么对你？木槿，你敢？放肆！你居然敢推默默，找死！我的手，我不会放过你的。废你一只手算轻的，下一次再敢伤木槿一根毫毛，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木槿，你给我等着，我是不会放过你的！又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你以为你公家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吗？堂堂暗夜帝国的公子，居然被一个小小的公家给送进了精神病院。原来这个女人就是罪魁祸首之一。木槿，你是个狠毒的女人，不要得意太早。云逸是我的，他是不会和你在一起的。宫羽，你脑子有病吧？在我眼里，秦云逸什么都不是。你说我狠毒？不知道等秦大少看透了你的真面目以后，又会觉得究竟是谁狠毒呢？你要是敢乱讲，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秦大少，看了这么久的戏，就不想替你的未婚妻讨个说法吗？云逸，我本来是来这里找你的，但是没想到木槿居然让人把我的手活活给折断了。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吗？秦大少在问什么？我貌似有些听不明白。你知道我在问什么？我刚才说你秦大少在我心里什么都不是，你不就是想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吗？那我再告诉你一次吧，你秦云逸在我心里还真是一文不值，就跟垃圾桶里的垃圾一样，是我木槿不要了的废物。云逸，木槿，你给我闭嘴！秦云逸，记住了，以后要管好你的女人。趁着我现在还不想对你们动手，赶紧滚吧！听到没？我家默默让你们赶紧滚！赖在这里是打算让我们请你们吃饭吗？我好痛，云逸，我手臂断了，你送我去医院好不好？原来之前在你消失的日子里，他们居然对你做过那样的事情啊！那个时候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精神病院了，让我根本无法联系你们。等我后来终于逃了出去，又因为昏迷而失去了记忆，直到前不久才想起。说起来，这里面倒还有荣寻的一份功劳，
要不是那一夜，估计我现在还是苏家那个天天被欺负的养女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现在幸福就比什么都重要了。根据之前监视的结果，宫羽在秦家出了个大丑。这条新闻现在已经联系媒体发布出去了。不过，根据最新的报告，宫羽随后来到了皇朝酒店，当众攻击了大少奶奶。把那个胆敢欺负木木的女人抓起来，我要亲自去收拾了她。主子，人已经带来了。打开。你们把我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是宫家的大小姐，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头发，宫家不会放过你们的。不做亏心事，何必怕鬼敲门？宫小姐是不是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害了什么人呢？是不是木槿让你们这么做的？只要你们放了我，你们想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看来真的是你。这次算警告，木木是我的人，离他远点。再敢害他，别怪我对女人动手。果然是他，除非我死了，否则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冥顽不灵，不给你点颜色，你当我荣勋开玩笑吗？好拍啊！这可是心狠手辣的宫大小姐被仇家报复吓晕了的照片。看来明天又是一条大新闻。宫大小姐，好好享受。听说这里死过人，半夜还能够听到哭声，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这里。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是在等我吗？啊，一直没见你回来，我睡不着。是我不好，下一次我一定早一点回来陪你，好不好？荣先生，你这样真的快要把荣太太惯坏了。那多好，等哪一天把你真的惯坏了，你就算想离开也离不开我了。荣太太喜欢荣先生，永远都不会离开。木木，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的世界里只有我，只想我，只爱我，再也没有其他人能够进入你的心门。那你的心里呢？我的世界里啊，早就已经只有你一个人了。是吗？可是荣先生很受欢迎呢，到处都有女人投怀送抱，真是令人羡慕。哦，荣太太这是吃醋？怎么会呢？他们的脑子看起来都不是很好。荣先生不喜欢那一款吧？对啊，荣先生就喜欢荣太太这一款。只是荣太太身边的桃花开得太旺了，是不是荣太太也该修剪修剪了？桃花？什么桃花？唉，这女人怎么就该笨的时候不笨一点，不笨的时候又笨起来了呢？没什么桃花了。少爷，信件里给出的地点确认就是这里了。走，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真的是宫家大小姐，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再叫宫家的人过来。是。到底是谁敢这样做？木槿，会是你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胆敢这样伤害我的女儿？简直是找死！病人伤势太过严重，我们必须尽快带他去医院治疗，否则他的双腿可能要废了。双腿要废了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我女儿好好的，双腿怎么会废掉？宫先生，
你的女儿应该是于昨天夜间被人折断双腿，现在已经耽误了整整1个晚上，即使以最快的速度送去治疗，也难以完好无损，请做好心理准备啊！你说什么？秦大少，你知道是谁吗？是谁？居然能把他从医院带到这里来，又这么狠心地打断了他的腿？伯父，实在抱歉，我完全不知情。早上我收到了一份匿名信件，里面是一个地址和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宫羽就是刚才那个模样。等我急急忙忙赶过来以后，就发现宫羽居然真的躺在这儿。伯父，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查清楚这件事情，给您一个交代。云逸啊，伯父一直希望你和小雨能够好好的，可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说到你俩的婚事，宫家本来就落魄，没想到现在宫羽居然又被人废了手脚，只怕你秦家也不会肯要他了。我现在必须得先下手为强，逼你秦大少当众表个态。伯父放心吧，宫家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帮助的。只不过秦家的流转金也不多，恐怕还需要再给我几天时间。至于宫羽，我听说有一位很厉害的外科医生叫罗杰，人称天才鬼医，我会想办法请到他的。好，那就麻烦贤侄了。等小雨醒了，就该好好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了。贤侄不会因为小雨废了就不想娶她了吧？先等宫羽醒过来吧，我们都应该尊重他的意见。好吧，但愿宫羽能转危为安，早日康复吧。哼，你这小子真是狡猾无比，这些话说了和没说一个样。不过你要是想甩开我们宫家，门儿都没有。静儿，真的是你做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宫羽？还有昨天在皇朝酒店，你们到底说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少爷，根据前方回报，秦云逸已经收到了我们的信件，和宫家一起救走了宫羽。宫羽的伤势很严重，只怕10有8九是残废了。很好，一个活着但是残废的宫羽，要比死了的宫羽更有价值。宫羽残废了以后，秦云逸已经很难公开的甩掉他了，否则整个秦家都会遭受到来自社会的舆论压力。所以这口哑巴亏，秦云逸也只能硬生生的吞下。宫家和秦家这桩婚事，我们是能帮就帮，必须要让秦大少和宫大小姐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就凭你秦云逸也配和我抢木木？木木的心里只能够有我一个人，现在是，将来也是。美人姐姐，终于查出来了。看来让你去国外这一趟真是没有白跑，是不是那个女人？对，就是那个女人。之前宫家老头就是通过她的联系，才找来了卡洛迪恩刺杀你。没想到，就算我主动远离了那个家，他们母女还是不肯放过我。美人姐姐，要不要我去结果了那个女人？还不必那么着急，就先稍微给她一点教训吧，省得她太得意忘形，都快忘了谁才是那个家真正的主宰。是。景儿，你果然在这儿。我可以和你谈谈吗？对不起，我昨天已经和你说得很清楚了，以后都不要再找我，我和你之间真的是无话可说。昨天晚上，宫羽在郊外的废弃工厂里被人废了双腿，这件事情是不是和你有关？真是报应啊！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看宫羽不爽的人还蛮多的嘛。我不出手都有人替我出手了，我真是该好好感谢他。而且这个时候，秦大少不去医院陪你的未婚妻，来找我做什么？如果让狗仔偷拍了，对于你无所谓，对于我来说可是会惹麻烦的。毕竟我现在可是有夫之妇。静儿，荣勋真的不适合你。不适合我？秦大少其实想要说的是我配不上荣勋吧？毕竟荣勋可是第一帝少，身份尊贵。静儿，荣家内定的大少奶奶人选是何家大小姐，再加上荣勋肯定不是真心爱你，你以后也许要同时面临何家和荣家的压迫。哦，那秦大少有什么好主意吗？景儿，回来我身边，让我好好照顾你吧。秦云逸，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以为我木槿不要的东西还会再捡回来？而且你可以称呼我为荣太太、荣夫人或者穆小姐，但是你绝对没有资格叫我景儿。好吧，那就说说别的吧。宫羽双腿被废的事情，真的与你无关吗？秦大少要是觉得是我，那就是我吧。反正就算别人不动手，我想我也会忍不住废了宫羽的。而且按我的态度，废了他的双腿都算是轻的了。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啊，我不爽他，这个理由够吗？静儿，收手吧。就算宫家已经被你报复的几乎破产，但是现在宫家和秦家联手反击，你是斗不过的。那又怎么样？想让我停手，你觉得你有那个资格吗？为什么？宫家到底哪里得罪你了？如果你是因为当年我和宫羽的事情，你现在报复的也差不多了。更何况，宫羽也是被你推倒才流产的。静儿，那可是我的孩子呀！唉，秦云逸，你智商真是堪忧啊！告诉我，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你如此的痛恨宫家和我？也许你可以去问问你的母亲，我想她一定很乐意告诉你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然后你还可以去找宫家老头，问问他是如何对待我的。什么？我妈？大哥，你回来了！告诉你个好消息，何欣欣说荣大少拒绝了和他的订婚，所以现在我又有机会追求他了。荣勋居然拒绝了和何家的联姻，他居然为了景儿做到这一步。不行，我不能让他夺走景儿，景儿是我的。啊？大哥这是怎么了？怎么今天这么奇怪？云逸啊，妈妈正好有事要跟你说。我看你和那个宫家大小姐的婚事就算了吧，毕竟咱们秦家可不能要一个残废的儿媳妇。妈，我想问你，当年发生了什么事，会让景儿突然疏远我？你告诉我，你一定知道原因的，对不对？云逸，你告诉妈，那个女人是不是又来找你了？我就知道她不要脸，给她钱也不要，居然又敢回来缠着你。妈，现在人家根本就不想要看到我，是我自己厚着脸皮去找的她。哼，不过是一套欲擒故纵的方法罢了。那个女人的心机可重着呢，你可千万不能上了她的当。妈，你只管告诉我，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景儿一早就知道了我和宫羽之间的内有案？是，她当时就看到了你和宫羽在床上。不过那又能怎么样？她就是一个野丫头而已，还妄想进我秦家的大门。哼！妈，是不是你？是不是你故意带她去看的？是。
是我。妈，你再告诉我一件事，那一晚我和宫羽会那样，是不是也是你搞的鬼？云逸，妈妈那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也知道那个女人配不上我们秦家，当时的宫大小姐才是你的最佳选择。为了我好，妈，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毁掉你儿子这一生的幸福？我最爱的女人成了别人的妻子，再也回不到我的身边。奶奶，你就少熬一点吧，指不定大嫂不喜欢喝你煲的汤呢。臭小子，你瞎说什么呢？我这里可是放了不少的补品呢，那都是对身体好的。你大嫂太瘦了，这样怀我曾孙子一定很辛苦。奶奶、荣轩，你们怎么来了？哎呦呦，我的宝贝孙媳妇回来了！哎呀，奶奶想你们了呀。可是给那个臭小子打电话，硬说没时间，奶奶就只好亲自过来了。奶奶，让你操心了。哎呀，说什么傻话呢？哎呀，快过来喝一口，这可是新出锅的热汤，保证是你以前从来没喝过的。奶奶，我的呢？怎么就只有给大嫂的一碗？臭小子，一边好好站着去！这是给你喝的吗？奶奶，都要喝吗？这会不会太多了？不多，不多。你小身子那么瘦，能经得起几次折腾呀？得多补补才好。能经得起几次折腾？哎呀！臭小子，把脑子里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给老娘轰出去！哎，奶奶，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少给我一脸委屈！你赶紧去把厨房收拾一下，等会儿我们带着你大嫂出门逛街去。这太皇太后。哎呀，丫头，多喝点儿，多喝点儿。喂，木木，我想你了，你有没有想我呀？想了。哦，那是有多想呢？想。我不和你说了，我一会儿要去陪奶奶逛街了。没想到大孙子平日里冷冰冰的，在媳妇儿面前倒像是换了个人。照这个速度下去，丫头啊，告诉奶奶，我大孙子那方面怎么样？是不是棒棒的？别这么激动嘛，奶奶这不是想着给你传授点经验吗？我想着他爷爷是这方面的高手，我这大孙子应该也不差才对。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奶奶，征服男人呢，还得讲究方法。我跟你说啊，天哪，奶奶你也太彪悍了吧！你这是把爷爷都卖了的节奏吗？奶奶，我换好了。哎呀，没想到啊，丫头，你身材真是好到爆啊！奶奶，这太露了，我看还是算了吧。这叫性感，我孙媳妇穿这一身真好看，到时候迷的那臭小子不要不要的，到了晚上就化身为狼，嗷嗷！这位小姐穿上这一身太合适了，老夫人眼光真是好。这可是我们店里的最新限量款，仅此一件，就要这件了。那好吧，奶奶，我先去换衣服了。哎呀，我感觉有了这件衣服，我好像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荣奶奶，
好久不见，你是来这里买衣服的吗？不来买衣服，难道来这里吃饭吗？你是谁呀？欣欣和你打招呼，你怎么这么没礼貌？你又是什么东西？居然胆敢这么和我奶奶说话！荣轩，你也在这里啊？实在是对不起，小凯他不是故意的，请你们别生气了。何大小姐，我坐在这里很久了，这个人是不是故意的，我可是看得清楚。荣轩，你真的误会了，小凯他只是以为我被欺负而已。哼，这么说来，是我这个老太婆欺负你了吗？奶奶，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哼，我可不是男人，少对我露出这副表情。你什么意思都跟我这个老太婆没关系，我们要走了。等一下，欣欣她又没错，你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要求你们必须给欣欣道歉。哼，臭小子，你算什么东西？敢叫我奶奶道歉？她何欣欣又哪里配得上我奶奶道歉？你找死！想动她，也要问问我同不同意。哟，这不是木槿吗？什么时候也学人做保镖了？是不是没人养你了呀？放屁！你才是人家的保镖呢，居然敢侮辱我大嫂！敢这么说我大孙媳妇儿，小轩，给我狠狠地揍他！原来荣寻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拒绝了我何欣欣的，我可不会让你如愿。荣家大少奶奶的位置只能是我的。哼，没想到你勾搭上了荣家大少，还真是手段不小呀。只是人家知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呢？你找死！嘴巴给老子放干净点！小轩，收拾这样的垃圾，脏了你的手不好，脏我一个人的手就够了。小子，知道我为什么要揍你吗？哎呀，因为你很欠揍。有本事你们都别走，我打电话找我大哥来。小轩，你也叫你哥过来，就说他媳妇儿被人欺负了。喂，哥，奶奶让我告诉你，你媳妇儿被人欺负了。什么？你们等着，我马上就过去。哥，我在这儿。小凯，你怎么成这副样子了？是谁打的？哥，就是这个臭女人，你可要替我教训她呀！景儿，你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你打了她吗？确实是我打的。秦大少是想要把我抓起来呢，还是想要去法院告我呢？景儿，你知道我不会这样对你的。哥，我都被这女人打得这么惨了，你怎么能放过她呢？咱们得把她抓起来送进监狱啊！我倒要看看，在我荣寻面前，谁能把她带走。哇，这男人长得居然比电影明星还好看呢！哇，真是好酷啊！我要是他女人就好了，想想都会乐疯的。你也不看看对方是谁，那可是京都城的第一帝少。哎呀，你看你老公来了。荣大少，好久不见。也没多久，前2天才见过。秦大少，真是抱歉了，今天的事情，我是没办法给你几分薄面了。荣寻，不要以为你是荣家的大少爷，我们秦家就怕了你。你看看，这个女人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我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呸！谁让你侮辱我奶奶和大嫂的？你自己活该。哼，谁让你们对我们欣欣不礼貌的？荣寻，你也真是瞎了眼。木槿那个女人有什么好的？还不是被人玩过的。小凯，住口！你知道什么是满地找牙吗？荣寻，你住手！荣大哥，你别再打小凯了，万一打出了事情，会对荣大哥有影响的。哦，原来何大小姐也在啊。那好吧，我就看在何大小姐的面子上放她一回。荣大哥，
你的手没事吧？何大小姐，我的手就不劳你费心了，毕竟我们不是很熟。我不喜欢女人身上的味道太重，以后请记得离我1米远。荣大哥，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才让你这么嫌弃我？我们可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啊！小时候你还经常拉着我的手呢。所以现在，我可以认为堂堂何氏财团的何大小姐是在勾引我丈夫吗？哼，长得人模人样的，原来是来勾引别人家丈夫的，不害臊。小三真恶心，以为自己长得漂亮点就能勾引别人老公吗？就是，要是有这样的狐狸精敢勾引我老公，我早就拍死他。你的丈夫？难道景儿你是真的对荣勋动心了吗？秦云逸，你永远不会知道，你错失掉的是一块怎样的珍宝。尽管后悔吧，你再也没有机会了。这辈子木木的心里，都只会有我荣勋一个人。哇，奶奶，大嫂好帅啊，简直太霸气了。孙媳妇有我当年的风范，不错不错。这位小姐，我和荣大哥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关系好一点也是正常，你可不要胡乱诽谤我。何大小姐这是在开玩笑吗？我家老公可是说了，他和你不熟。木木，你刚才喊我什么？我刚才有喊什么吗？木木，再喊一声老公听听。那么多人呢，我还是不要了吧。那好，晚上我等着木木叫给我听，而且还要叫到我满意为止。木木，听好了，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你就给我狠狠地怼回去。我荣勋的女人自有我荣勋护着，天塌下来也有我替你顶着，而你只管做你想做的事情。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荣勋这孩子真是不容易呀，从小到大哭了这么多年，总算是找到了能让他笑得这么开心的女孩。奶奶，我们回家吧。哎，好丫头。秦大少，我荣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的家人。再有下一回，可就不是被打得满地找牙这么简单了。小记者，眼睛什么都看不到。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鼻子去闻，用心去感受。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如果我告诉你，我对你一见钟情，你相信吗？不要走，丫头！我一定会找到你，这次你休想逃。登录各大漫画平台，观看后续剧情哦。将你姓名刻在眼中，将你泪水化作彩虹。我的宿命是对你娇宠，将你的肯定视作光荣，不想珍惜举世传颂，只想看你笑得从容，的一个眼神就准备好为你重逢，不想做到一